佛陀的时代到现在2000多年，世间曾经有过这一位圣人大觉者在人间。佛陀修行不是为生活，他是寻求道理。为什么来人间？来人间的目标是什么？这总是去寻找了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佛陀来到人间的一种使命，不是为自己求解脱，不是为的要如何说出道理来让大家听，要听得有道可行的理论，这叫做道理。所以我们要说法，要先能理解有路可走的道理，要清楚修行者的精神理念，可以分析出来他的心理跟他的人间的价值观，这都要能说得通。他太子还要再求什么？生活很好过那还要再求什么？国家也很稳固那个时代，皇宫里面的生活，还有也有妻也有子，其实是一种很有福。一般都认为应该是真有福，没什么好要求的啦。可是他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人间不只是享受物质，也不是享受情，这种世俗的情。所以如何要脱尘，就是脱离这个尘缠的。他要求解脱，把狭窄的情化为广阔无边的情。所以说要去寻找出来，人人总是自己的生命相关，叫做生命价值。来到人间，为什么生活要求什么样的享受才是有福？这都是一般人但是他这些脱尘，不要求世间的，他要求的就是理念，天地宇宙的真理合而为一。我时常都这么说，觉悟是在瞬间的，不是说我了解啦，这就是怎么样合成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要什么就有什么，已经很发达。人的心满足了没？还没有，所以它还会不断的破坏，还不断的成立，总是永无止境。所以破坏人间大地，那就是慢慢成为宇宙乾坤都是被人间的意念
污染化、破坏了。所以佛陀要找出来，这人思想上，假如啦没有把它翻转调试，这永远就是没有道路可走。所以说，真正的要突破人间的道理，要用什么方法去教导？他自己的什么都通啦，不是为自己，还要再入人群。他已经了一解了，那就是一个天地宇宙的一体。他自己已经是，但是他还要回入娑婆，还要走入人群，就是为了要重重复复不断的去叫醒大家那一份无明想不通，所以生活就会意念越大，人越来越多，混杂了，它越来越严重。所以他除了自己觉悟，他到了每个地方去传法，这就是为人间，所以为了众生而走入娑婆。这个世间就是娑婆，那就是有苦，烦恼有苦，所以要好好的说清楚的道理，引导更多人体悟。但是永远都是不断，因为人的习气啦，今生来生不断的习气，所以佛陀他选择永远不离开这个娑婆世界，所以他才会成为娑婆世界告诉我们学佛就是向佛学习有没有学习到呢？没有办法。真正的有这样道理，有，只是自己的习气难改。就跟他说，大家要爱惜生命，只要大家懂得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能懂得爱惜别人吗？那懂得爱惜人类了，他了解珍惜生命吗？生命不只是人类就是要结有情，每一种有情的活命，这个命就是一个就是生命，要如何去珍惜？所以他就要说法，培养慈悲心。所以佛陀他有慈悲喜舍来启发大家，慈发挥了人人本具有活性的慈，那悲是拔苦。我们有慈心，也要有悲心，不忍众生有苦，所以他就要再回过头来面对苦难众生，充满烦恼就要入人群，那就是化悲苦了为清净土，让大家可以了解，苦就是由贪来彼此争夺，有贪你贪我，我贪你，这种意念
所以引导人人修行，所以他就是要先以身作则，放下皇宫的生活，放下亲情的难割舍的爱，他要把这样的爱呢普及了给所有有情人，这就是用爱呵护众生，这是大爱，这就是我们学佛者啦要学习的。